女孩将2杯奶茶放入外卖箱，然而下一刻，奶茶却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神龛里。灶王爷真的显灵了，不过这玩意能喝吗？这不会是毒药吧？算了，不喝也是渴死。谢景恒浅浅地吸了一口，瞬间瞳孔放大，脸上更是无比震惊。不仅是甜水，里面还夹杂着奇异的果肉，简直太好喝了。3叔、4叔、林哥儿、二婶婶，我们有救了。而苏念念不争气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快委屈死了。不是，喂，站长，您听我说，2杯奶茶我就好好的放在外卖箱里，可谁知道一转眼的功夫就被偷了啊！你说被偷就被偷了，谁信了？反正客户已向平台投诉了，这单肯定要你负全责。另外这个月还要倒扣你200块，月底等着被罚吧。喂，站长，被偷外卖的去死！1杯杨枝甘露，1杯芋泥饽饽就要40多块钱啊！我送1单外卖只能挣3块钱，奶茶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喝，这下倒好，赔了整单不说，还被罚200块。苏念念吸了吸鼻子，开始忙不迭的赶紧收拾东西。就在她要盖上外卖箱的时候，眼角的余光似乎扫过一个翠绿的东西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块玉佩。这年头偷外卖的这么有良心的吗？还扔下1块玉佩？那算了，我就当你是跟我换的。不过这东西看着还挺真，就是不知道值几个钱，要不去卖几个钱试试？念念，这东西你从哪来的？说话的青年是盛年，念念的大学同学，家中做古董行业的，朋友送的。这东西能当多少钱？这东西若是真的，10万肯定有的。这么值钱？不过我看不准，能否请我老叔过来长眼？苏念念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，一位花白头发但精神抖擞的老人走了过来。一番研究鉴定后，老人有些激动。这不是普通的玉石，是绿翡、银分酒，且成色极好，40万，可否？多少？40万？苏念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忍不住掐了掐自己。疼的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送1单外卖也就挣3、4块钱，遇到好心的顾客，最多再打赏瓶水。就这一个小小玉佩，竟然就值40万。我送1单外卖，挣4块钱，40万，我不得送10万单才能赚到。发了。再次骑上小电车，他整个人热血沸腾的。他骑着小电车左拐右拐，在一幢大楼前停了下来。远远看到姑姑带着表哥在门口，心里一沉，就想推着电动车躲开，却还是被眼尖的姑姑瞅见了。宝炮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霸占我们家的房子，什么时候还？这话一出，城中村本人多眼杂，这下看热闹的人便更多了。怎么，我爸妈留下给爷爷养老的那点钱，被你们全家挥霍了还不够？现在又盯着我的房子了。什么你的房子？你爸妈都死了，按照遗产继承顺序，你爷爷也应该有继承的份，我替爷爷拿回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你早晚都要嫁出去，苏家的房子怎么能便宜别人家？见过不要脸，但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我父母1年之前不幸意外车祸身亡，只留下10万现金和这栋楼。你们一家不但没有帮助我打官司，反而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更是趁着我万念俱灰、悲痛欲绝，连哄带骗要走了那10万块钱。苏芬，你说是给爷爷养老的，好，那我问你，钱呢？苏芬直接背对的脸上一怔，这死丫头以前一直沉默寡言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都敢叫我名字了？苏芬，哑巴了是吧？没话了是吧？我爸妈去世了，不能给爷爷养老了，那不是还有你呢吗？那10万块钱沾着我爸妈的血，你也花得心安理得。现在竟然还想霸占亲侄女的房子，大家都来评评理，有他这么不要脸的吗？看热闹的人也都明白了，七七八八纷纷指着苏芬跟着骂。苏芬慌了，见硬的不行，就打算来软的。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苏念念竟然先他一步，直接躺在了地上。大家都来评评理，呜呜，没有天理啊！对着一台台正在录像的手机，苏念念演技飙升，哭得声情并茂。苏芬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只能干瞪眼。周围人的谩骂声、讨伐声、诅咒声不绝于耳。苏芬彻底慌了，拉着儿子开着车落荒而逃。亲戚被赶走，周围全是一片叫好声。这时手机铃响起，苏念念一看是盛年的电话。念念被炒鱿鱼后送起了外卖，第一单就弄丢了顾客的奶茶，还被投诉罚了200，可却意外发现麦箱里多了一枚玉佩。谁知这玉佩竟是野史中大黎皇朝之物，连清北大学的历史教授都给惊动了。姑娘，你这块玉佩上刻着的文字乃是大黎的古文字，而这大黎朝只有一些古代野史和清代的志怪小说中有过记载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如今我从这块玉佩上
竟然真的见到了大黎的文字，我得带回去好好研究，说不定我能真发现一个新的朝代呢。什么大黎？姑娘难道也听说过大黎？我父亲生前也是位历史教授，在出事的前几个月，我曾经偶然听他提起，说也在研究这个叫大黎不知真假的朝代。可惜了，哎，真是可惜。姑娘还请节哀。念念，这位是京北大学的历史系孙教授，和我老叔是几10年的老朋友，是个历史古董迷。你这块玉佩，若是真如孙教授所言，只怕是40万，我还给少了。那这块玉佩究竟能值多少钱？如果拿去转手到私人拍卖行，6、700万肯定有的。6、700万，我40万出的，翻了10几倍啊！惊讶过后，他有些懊悔，卖亏了。小姑娘，我知道这块玉佩你卖便宜了，我也非常痛心你父母的突然离世，但典当行有规矩在，我也不能破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让小年私下再转你20万，若以后你再有这样的好货，直接卖给我们，你看行吗？盛年的二叔刚开了口，几乎是同时，盛年就又当即赚了20万。晚一秒，就怕苏念念后悔似的。对方诚意满满，苏念念心虚地点着头。他再次从典当行出来，人也是猛的，反复看着支付宝余额。20万，真的到账了20万，我现在已经有60万了。见天色已晚，他索性就在路边买了份猪脚饭，然后随手扔在身后的外卖箱里，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吃饭，透透气。路过江边公园，见景色不错，就在一个长椅旁边停下来。苏念念掀开外卖箱盖子，外卖呢？我的外卖呢？又被偷了？不可能啊！这前后不到20分钟啊，更何况我一直在骑车。景恒，你说这东西能喝？能喝，还是甜的，很香的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谢兰半信半疑地用吸管吸了一口，瞬间眼睛瞪得很大。甜的，真是甜的，还有果肉。灵儿，你尝尝。谢灵很懂事，也只喝了一口后，转手递给自己的母亲何氏一大杯杨枝甘露，转手了10几个人。这里还有一杯，大家分了解渴。相信我，天不亡我谢家，我们肯定会渡过难关的。景恒，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我们刚才已经把厨房都翻遍了，并没有发现此物啊！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，是刚才从这神龛里面掉出来的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表示怀疑。不然我们等一等，虔诚祈祷一下，说不定灶王爷还会赐给我们食物。反正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出路，大家索性就由着谢景恒将灶王爷的神龛摆在桌子上，然后随着谢景恒对着神龛发愿：大灾当前，求灶王爷救救谢家；大灾当前，求灶王爷救救谢家；大灾当前，求灶王爷救救谢家。谢景恒又领着谢家人对着神龛1拜、2拜、3拜，但3拜后鸦雀无声。景恒这法子有用吗？别恶魔怔了，我们谢家若想翻身，还指着他呢。呸呸，你别乱说，那可是大哥谢昭，钟永侯的独子，我看他肯定能行，我们就听他的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突然咕咚一声，从神龛里掉出来2个盒子，一股饭菜香四散飘来。猪肉里面竟然是油汪汪的熟猪肉，这可是猪肉啊！在这大灾之年，草根都快被吃光了，哪里还有肉吃？天啊，这是灶王爷真的赐予我们食物了。这时候，大家看谢景恒的眼神都变了，有人羡慕，有人钦佩，有人欣赏。快瞧啊，大哥谢昭的孩子竟然可以召唤灶王爷，他若不是天选之子，谁还能是？可谢景恒瞧着几十口人，只有面前的2盒饭食，明显不够分的。4叔、5叔，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吃饱，我们在附近尽量挖些草根，混在饭里，大家起码都能多吃几口。大家觉着合理，就分头去摘野菜去了。谢景恒看着大家离去，激动地对着神龛又拜了拜，然后从怀中掏出手札，将今日的奇遇记录下来。有了神龛相助，我们一定能顺利回到京城，为钟永侯翻案，重振谢家。忽然一声惊呼，谢景恒慌忙丢下手札，就去询问情况。他没有注意到手札晃了2下就消失不见了。女孩的外卖箱好像一个无底洞，任何东西放进去都会无影无踪。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，外卖箱竟吐出一份1000年前的感谢手札。景隆15年，新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谢家蒙冤，在大旱之年从北疆赶回京城，京城蒙灶王爷显灵，得以保全族人性命。原来外卖不是被偷了，而是传到了2500年前的大黎，阴差阳错救了谢家人，我竟被他们当作灶神了。看完手札，念念决定尽全力帮助这个叫谢景恒的年轻人，帮一帮谢氏一族。随即拿起纸笔，便给谢景恒写回信：你好，我叫苏念念，我不是灶神，我只是2000年后的一位现代人。
来信了，灶神回信了。灶神说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遭遇，愿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灶神还问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。人群沸腾了，谢景恒也忍不住的激动，拿起笔在信封后面写道：灶神大人，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水和食物。写完后，把纸投入神龛，眼睁睁地看着它瞬间消失不见。景恒，这真是灶神的来信吗？灶神竟然也会写我们大黎的文字。景恒，你说灶神还会给我们水吗？景恒，你赶紧问问灶神，还会给我们送水吗？刚才那一小口我都还没喝够呢。苏念念拿到了回信，立马联系了最近的一家外卖超市，订了哇哈哈矿泉水10箱，袋装面包30箱。谢景恒看着神龛里出现的纸条，不敢相信灶神这么快就回复了。我先准备了一些水和食物，你们先凑合着吃，剩下的给我一些时间，我需要准备一下。灶神马上就要给我们送食物了，大家不要急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箱箱矿泉水先从神龛里冒了出来。这些是何物？谢兰看着一瓶瓶奇怪的瓶子，不解地问。灶神说是水，可我从未见过如此清澈的水，我也不敢确定。说完尝试打开一瓶，喝了一口，一股清凉甘甜瞬间滋润了他干涸的口腔。无杂质，无异味，还不涩口。原来神仙喝的水都这么好，有水了，这下终于有水喝了。人群中一阵沸腾，一箱箱水被分了下去。这时候，哗啦啦面包从神龛里涌了出来，再次引起人群的一阵骚动。景恒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谢兰拿起一个面包，递到谢景恒手上。谢景恒撕开包装，一股清甜的麦香瞬间飘了出来，好香呀！他尝试咬了一口，味蕾瞬间被收服。大灾之年，竟然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就拿里面的坚果来说，即使是丰年，西域运来的坚果也得需要2两黄金一捧，平常人根本吃不起。很快，30箱面包就分了下去。谢兰一边吃一边哭，谢勋更是一口气吃了3个，还没吃饱。突然，谢景恒警惕地盯着远处的荒野，只见远处出现一支商队，领头的人似乎已经力竭，直奔灶王庙而来。景恒，你快带着大家，拿着水和食物去后殿躲一躲，还有神龛，切勿让人发现。五叔卧怕是钱家的商队。钱家，莫非是那个在陛下面前冒死替大哥说话，大黎富可敌国的皇商钱家？谢景恒点头，谢勋直接冲了出去。贤侄啊，当年令尊为我大哥，在陛下面前冒死进言，引得龙颜震怒，下令将钱氏一族抄家流放。我还以为灶王庙内，谢勋激动地拧开一瓶水，又撕开一个面包，全部塞到钱玉手里。贤侄，你不是最讨厌做生意吗？你怎么算了，你先吃，吃完了再说。谢叔，让您挂心了。钱家出事的时候，我切好在外有利，直到收到家书才知道京城出事了。我原本想赶回京城，可父亲在心里哀说，钱家所有财产都被罚没，若想救钱家，我就不能回去。而恰巧钱家还有一支商队在西域，因离得远没有被波及，于是我辗转到西域，联系上商队。这次若不是遇上谢叔和景恒，钱玉这条命就没了。说到这，钱玉就要起身给谢勋一拜，却被谢勋大手按住。贤侄膜拜我，是我们谢家受恩在先。如今大灾之年，不如同我们一同前往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钱玉心头一暖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不过钱玉执意要赠与谢家一部分钱财，表示感激。谢景恒执拗不过，便决定将宝物送给灶神。在钱玉震惊中，将宝物一件件送入神龛。女孩不断地往外卖箱投送食物和水，下一秒，这些食物和水就传送到了1000年前的大黎。念念又去市场买了1万箱矿泉水、1万个馒头，还有1万张油饼，直到余额见底了，才叫了2辆货车，把所有东西拉回家。一开门直接惊呆了，只见外卖箱在不断地吐着宝物，地上更是铺满了黄金首饰。我这是要暴富的节奏呀！大黎竟然这么富有，天，我这下更爱救人了。不一会，念念身上就挂满了黄金首饰，活像一个黄金圣诞树。直到外卖箱停止了吐宝，念念已经装满了整整3个大箱子，全部藏在了床底下。而后拨通了盛年的电话，大黎皇朝钱玉的商队在谢家人的帮助下恢复了体力，大家准备上路。景恒，我此次回京，目的和你一样，你要重振谢家，而我要为钱家复仇。谢景恒心中一沉，正要问他接下来计划，却被谢灵哭声打断。恒哥，你快去看二婶婶，她这次好像流血了。什么？谢景恒赶忙跟着林哥上去查看。这位夫人有流产迹象，但好在胎儿稳健，当下并未受到太大影响。不过还是必须找个地方停下来，好好调养一番待产，不能再走了，不然胎儿不保啊。盛世典当行，盛年望着桌子上的黄金手镯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如此复杂迷人的风格，一看就是古代汉族人首饰。那盛年你看能值多少米？
如此震撼的黄金首饰，就算在历史上也没有几件，它的价格远在那块玉佩之上。这个手镯，我出300个 W。苏念念不为所动。来之前，他已经做过调研，对于这等成色的古黄金首饰，全国都找不到几件的，更何况这来自大理，更具有历史研究价值。于是念念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孙教授的电话。念念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有大理的古董了？哎，我和你说，如果要有，一定要给我留着。孙教授，我想请教你一下，若我手中有大理的黄金首饰，但看着不像中原的风格样式，它的花样繁杂，多镶嵌着彩色宝石，而且首饰重量很大，这种首饰一般谁用的？一般能值多少米呀？什么？你确定有这种黄金？据说在和大理同一个时代，现在的西域地区叫西戎，那里矿产资源丰富，尤其是黄金和各种彩色宝石。而世人只知道西域36国，却不知道在更早的年代里，西戎有72国。若是你真有这种完整的古首饰，那价格必定在1000万以上。你若有，不如卖我，我现在就打你。女孩的外卖箱就是一个聚宝盆，可以不断往外吐宝，而女孩只是随便拿了2件，就卖了4000个 W。谢家人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要把现代的各种蔬菜、水果、零食、饮料都给他们送过去，让他们再无后顾之忧。离开盛世典当行后，念念往家赶去，刚到门口就见一个大腹便便的秃头老人，气势汹汹向他走来，后面还跟着念念的姑姑。苏念念赶紧跑到楼里，念念，你快出来，这是老家的你三爷爷，是咱们苏家的族长，你要是这么不懂事，三爷爷就把你踢出族谱里，听见吗？苏念念懒得废话，直接叫来了正在巡逻的几个保镖。哎，念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这2天正好赶上妇女节，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属活动，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，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，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，快乐直接翻倍！别等了，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，上闲鱼搜妇女节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。我说苏芬啊，你赶紧让三爷爷快把我踢出族谱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以为族谱是什么好东西不成？把我踢出去，正好和你们苏家一刀两断。反正我爸在世的时候，也没见老家的人对他有多好。你个不孝女，所有族人都以上族谱为荣。当年还是因为村里就你爸考上大学，还当了教授，让苏家为荣，才把你一个女娃娃写入了族谱。村里其他人都羡慕坏了，你现在竟然要主动退出来，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三爷爷直接被念念队破防了，拿着拐杖戳的玻璃门叮咚响，2位保镖上前直接制止住了三爷爷。回到家，念念直接打电话联系他爸爸生前的好友徐律师，帮他处理这个麻烦。放下电话，念念摸着父亲生前的笔记本，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。突然念念余光扫过放在地上的外卖箱，上面多了几张纸条，他心中一紧，赶紧去查看。什么？谢家二婶婶动了胎气？这么重要的事，谢景恒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苏念念赶紧去采购了一大批用于保胎和生产的中药材，又买了碘伏、纱布、无菌手套、无菌床垫等各种用品。不仅如此，还跑到书店买了一些书籍，协和专家孕产难产百科、中医妇产科词典、孕妈妈早知道。另外还买了10本新华词典。大黎，谢景恒考虑到二婶婶的身体，绕道去了一个叫药县的地方落脚。进了县城，街道上空无一人。忽然，一个眼神涣散的妇女朝着他们走了过来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燕儿，他们食了我的燕儿，我不信。你看到我的燕儿了吗？她才5岁半。钱玉将女人扶在路边。燕儿是谁？可女人却突然挣脱着，跑进了附近的小巷子，嘴里念念叨叨，一直没停。